腕骨处一阵疼痛，魏无羡禁不住轻声嘶了一声，心道虽不知蓝忘机醉酒后将他当作谁了，肯定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他不动声色地抬起一只膝盖，用自己没被制住的那只手抓住了对方的左手腕，腰上暗暗使劲，与此同时将人用力往旁边一拽，却也没能翻过身来。他忘了现在的他早不比以往，想要和蓝忘机肉搏硬碰硬根本不可能有胜算，此番举动反倒像是激怒了蓝忘机，反手扣住他那只手，并在一起按过头顶。魏无羡终于再冷静不得，强作镇定地骂道：蓝湛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他用膝盖抵在蓝忘机腹部，尚没来得及踹出一脚，就被如法炮制的重新制住。蓝忘机盯着他的一双眸子淡如琉璃，却隐约有火苗在其中跳动。第一次如此受制于人，对方还是那个他输给谁都不想输的蓝忘机，一时间不甘、羞恼，还有一阵直觉带来的危机感爬上后脑，额角悄然淌下一滴冷汗。他全力逼着自己放平心态，目光从蓝忘机身上移开，飞快地在帐内环视一圈，随即被挂在旁边不远处的一样东西吸引了注意力，那是他的随便。江澄将随便交还给他后，他就没再用过，但又怕被问起来不好解释，便也就一直带着，随手挂在床头。一个念头倏然闪现在他的脑海中，只是尚来不及多想，他就感到有一只手掐住了他的下巴，将他的脸强行扳了回来。他蹙眉道：蓝湛。蓝忘机定定地看着他，那双眼睛里分分明明地写着不满的情绪，从喉咙深处发出了一道低沉的喘息，接着仿佛猛兽终于拖出了困住他的囚笼，整个人都伏下来，在魏无羡惊讶又疑惑的目光中，将自己的唇用力贴上了对方的。被吻住的瞬间，魏无羡整个人僵成了一块木头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花了好一阵子才勉强辨出贴在他唇上那个柔软又温暖的东西，好像是别人的嘴唇，而这个别人正是蓝忘机。一阵寒意从脚底升起，转瞬间就沿着脊背一路倒爬至头顶，反应过来时已经不受控制的出了一身冷汗。蓝忘机，韩光俊，那个被他多次戏称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，喝醉了酒，此时正强行把他按在榻上亲吻。意识到这一点，魏无羡后知后觉地使劲挣扎起来，四肢拼命扭动，想要挣脱出蓝忘机的桎梏。奈何对方虽然醉着，力量的悬殊却仍是无法弥补。他越是挣动，越觉得自己像是砧板上一条活鱼，因渴水而徒劳地开合腮帮，而那把刀已经悄然按在了他的脖侧。心中的戾气终于再控制不住地冲上脑门，他的眼底几乎爬满血丝，几近自残般一甩脖子，从蓝忘机唇下挣开，额头狠狠撞向对方，怒斥道：你他妈给我清醒点，蓝二，好好看清楚老子是谁！蓝忘机被他撞得短暂懵了片刻，竟是真的如他说的那样，微微瞪大了眼睛，像是想要努力辨别出眼前的人是谁。魏无羡本以为他终于清醒一些了，刚松下一口气，却不想蓝忘机瞧了片刻，又故技重施地掐住他的下巴，这回手上的力道更大，迫着他扬起脖颈，再度吻了上去。这一次的吻近乎凶狠，舌尖从他毫无防备的牙关探入，带着一股无名的愤怒和出于本能的粗暴，报复一般不留余力地扫过他口腔里每一处柔软的地方。来不及吞咽的口涎从嘴角淌下，沾湿了对方牢牢捏着他下颌的手指。虽然魏无羡总是自诩风流放荡，却也从来只敢做表面文章罢了，哪里有真枪实干的吻过别人，自是想不到原来仅仅靠一个亲吻就能让他晕眩的辨不清东南西北。大脑混沌一片，身体也不受控制的变烫，布料与肢体摩擦间，某些不可言说之处甚至已微微起了反应，但鼻尖充盈的檀香却仍是那般清晰，像根脆弱的蛛丝，摇摇欲坠地吊起他最后一点清醒。魏无羡左手在右手手臂上狠狠掐了一把，指甲深深剜进肉里，疼得他几乎渗出眼泪，勉强找回一点神智，涣散的目光重新凝聚起来，斜眼望向了床头挂着的随便。他咬牙想，现在蓝湛神志不清，也不知把我当做哪个心仪的仙子了，一时半会恐怕醒不了，只好随便静静地挂在一边。黝黑的剑柄连着剑鞘，藏住了底下雪白锋利的剑身，那是他再熟悉不过，曾经闭着眼睛也能信手使用的灵剑，只是一剑的话。与此同时，蓝忘机短暂地放开了他，头稍稍抬起片刻，牵着鬓边的发丝从他面颊上次第拂过。
魏无羡眼底金光一闪，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，猛地抬起上半身，拧手去抓随便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他牢牢握住随便剑柄的时候，蓝忘机的手也已按住了他的脉门，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并汹涌的杀气一同窜上眉心。魏无羡瞳孔骤缩，几乎是在那瞬间发力，铮一声抽出了随便。雪白刺目的剑光顿时流溢满室，亮得人睁不开眼睛。他只觉喉口微腥，强行忍下，提剑便要向蓝忘机刺去，却在剑锋马上就要触及对方时，生生停下。只见蓝忘机皱着眉头盯着他的手腕，竟像是对那已经近在咫尺的锋利剑刃浑然不觉，两眼俱是认真专注，甚至还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担忧，看得魏无羡心头一软。蓝忘机的指尖在他的手腕处摩挲片刻，一双因醉酒而不甚清明的眸子几度开合，须臾，一道颜色柔和的蓝光在他手上亮起，自二人皮肤相触的地方，缓慢又坚定地流淌进了他的身体里。随便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魏无羡双眼圆睁，彻彻底底愣住了。那感觉太过熟悉，熟悉又久违，几乎瞬间就要让他落下泪来。充盈的灵力从脉门处缓缓流向全身，温暖而舒服，沉重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，飘飘如在云端。失而复得，原来竟是这般感受。即使那灵力与身体并不契合，在体内逡巡一周，便很快散去了。蓝忘机凝眉注视着他的手腕，混沌间似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些注入的灵力都如泥牛入海，再无声息，眼前这个人仍是枯竭的如同千疮百孔的河床。又沉默着输送了半晌，他干脆重新附身过去，把魏无羡整个人都抱进怀里，让蓝光流转的灵力将二人包围。魏无羡怔怔地任他抱着，他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张柔软的毯子裹了起来，全身上下再无一处疼痛，连躁动不已的心都渐渐平静了下去。他抬头望向蓝忘机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眼中竟隐约显出痛色。谁知对方竟像是知他所想，下一刻就在他极近的距离开了口，轻轻吐出两个字眼，如羽毛一般轻得触不到的声音，落在魏无羡的耳朵里，却仿佛天空惊起一道炸雷。蓝忘机道：“魏婴。”二人的视线终于对上，魏无羡在那双不甚清明的浅色瞳孔中，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身影。蓝忘机又一次吻过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再拒绝，被蓝忘机拥在怀里，他脑中最先想起的却是在乱葬岗上看到的那一轮无情冷月。鲜血、疼痛、没有尽头的孤独，未来被自己亲手打碎的绝望，有什么如寒灰起烟，如朽木生花，一次又一次被摧毁，一次又一次被重新筑牢。风霜刀剑磨砺出的坚韧心墙，挨过了莲花坞的腥风血雨，挨过了乱葬岗的漫长营业，却在面前这个人温暖的怀抱里瓦解冰消。黑色的衣衫被扔到一边，一同被剥下的还有身上经久不散的风霜。蓝忘机的手在赤裸的皮肤上游走，掌心炙热，指尖微凉，近乎虔诚地抚摸过每一寸伤疤。魏无羡靠在他的胸口，听着耳畔的心跳躁动，有如雷音天鼓。看上去这么冷的人，为何会有如此滚烫的温度呢？帐外像是落了雨，营中传来开火的声音，有人走到门边，恭敬唤道：“魏公子。”许久得不到回应，那声音又自言自语道：“莫不是不在？”便离开去别处了。魏无羡被蓝忘机紧紧抱在怀里，周围的一切都早已听不真切，淅沥的雨声，修士们交谈的话语，都远远地被隔绝在外。天地间唯余他和蓝忘机二人，是以连一呼一吸都如此清晰。很疼，却也不够疼，没有哪一次疼痛疼得这样温柔，疼得甚至让他心生眷恋。他意乱情迷间受不住的胡乱撞头，叫人小心翼翼地抱稳了，耐心地分开他紧攥的拳头，食指与食指相交，牢牢握在一起。在醒来的时候，雨已经停了。魏无羡到现在还清楚记得醒来时蓝忘机那一言难尽的复杂表情。他是第一次在对方脸上看到如此鲜明的情绪裂痕，几乎是将愧疚与无措都分明写了上去，甚至还能从中读出一点视死如归的味道。他忽然觉得很好笑，方才那一切简直像一场梦境，一场荒唐至极的梦境。可是此情此景，让他想要那样怀疑都不行。魏无羡自嘲地想，若是他真不愿，那时候大可一剑刺下去，如此便也没有之后那些事儿了。可是分明就是他自己心神不坚服了软，
现在倒想自欺欺人的把责任全推给一个醉酒的人。后来两相无言半晌，蓝忘机踌躇着想要离开的时候，魏无羡出声喊住了他：“蓝湛，蓝二公子，韩光俊，我是真想不到啊，原来你竟是个断袖。”蓝忘机低垂着头，掩在衣袖下的一双手死死握着拳，关节都被攥得发白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道：“所以你现在打算就这样离开吗？”蓝忘机猛地抬起了头，一双眸子死死地锁在了他身上，有什么在那双眼睛里跳动不已，渺小却夺目，宛如死灰复燃。咚！魏无羡再一次狠狠地把头撞上了树干。回想起那日蓝忘机的眼神，他的心头不可抑制地泛起一道波澜。有什么东西就要温柔地叩开那道门扉，却又马上被强行拦下，暗暗骂了自己一句。他站起身向驻地走去。欢迎升级成为世家公子，听完整版小说。